这个大哥是靠不住了，实在是太丢人了。白毅无奈之下把头转向白浅，有点气急败坏问道：小五，你三哥和四哥了，去哪了？知道自己二哥现在在狂化阶段，实在是招惹不起，立刻恭敬答道：为了节约时间，我和叶华到大哥那请完大哥后就分头行动了。我去了哲言那里，四哥在和哲言闹点小别扭，哲言让我先回来了，说是马上就到。叶华你去三哥那里，他怎么说？叶华是个情绪不喜外露的孩子，但是白浅与他好歹是多年的夫妻，还是看得出叶华神色有异。三哥说他很快就到了。这时的大殿早已不是沉默的气氛，白玄和东华聊得很起劲，司命连宋等人也在不停暖场，除了白毅处冒出丝丝凉意以外，很是和谐。白浅拿出一把折扇风流的扇着，面带微笑，悄悄地威胁道：你是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很大方，但有时也很小气，咱家的家规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我三哥到底是怎么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么浅浅是要怎么个宽法？若要严起来又是怎么的模样？夫君，我倒是很想看看。白浅面上一红，想起某些事情，低声娇喝道：你少给我贫嘴，快和我说说。当时三哥和三嫂都在家，我说明来意以后，就想让他们和我一道来。说罢顿了顿，看着白浅，等着白浅出声。白浅知道这是他近年来的惯用手法，都是他惯的。我的好叶华，你就说说嘛，这求叶华结下文的方法很简单，首先声音要柔，其次要嗲，且媚眼不能少。可怜他白浅当年唾弃的狐狸精行为，现在以他14万年的高龄完完全全的施展出来，且是勾搭自己夫君，让白浅时时觉得老天爷给你安排的命数就像是司命写的画本子一般，跌宕起伏啊。呵，那三嫂怎么说了？反应有点异常，当时三哥说好，但是三嫂却把那黄花梨木做的椅子硬生生地掰下一块来，拂袖离去。三哥见了，向我告一声抱歉表示，随后就到后，立刻去追三嫂了。如此说来，其中定是有点什么才对，你认为了？白浅眼冒金光，一闪闪地望着叶华。浅浅，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看着这样的媳妇，叶华觉得很圆满。可是三哥和三嫂的感情很好，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才对。你看三哥不是天天追着三嫂跑吗？但是我听你说，三嫂和三哥一个是常常离家出走，一个是寻妻天涯海角，是与不是？白浅想了想，中肯地点了点头，挣扎地说道：那是他俩的情趣吗？叶华似笑非笑地瞄了一眼白浅，那为夫希望你永远不要和我这样情趣，口味重。倒不如怎样？白浅是个好妻子，喜欢多多迎合叶华的口味。只见叶华更加凑近白浅，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倒不如去那你我初见的那座山那片林当中，山涧的流水声配上月光，与你的声音和肤色很相称。白浅的觉得这个人是禽兽还是禽兽还是禽兽了。那九重天上还有人前的稳重的模样是装出来的吧？大庭广众的调戏他实在是太坏了，不行，想着以前的某些画面，白浅觉得自己的脸在滴血，狠狠地抛了一个媚眼之后，直起身来不再理叶华，但是心里在盘算着，要不把小九的事情定下来之后，把团子丢给二哥，以慰藉他失去女儿的狐狸心，然后就从了叶华吧，好歹人家隐晦地提出了邀请不是？正当白浅心里盘算着怎么样让夫君更加身心愉悦的时候，他二哥的救星之二白珍与折颜来了。折颜携着白珍到来后，很有主人风格的找了一个位置和白珍坐下。我们也就不拐弯抹角了，有话直说，贤弟想取凤酒。团子在一旁一直秉持着乖宝宝的友好态度，可是现在忍不住了，拉着他夫君的衣摆小声问道：夫君，这是不是就是人间说的拽得跟258万似的？是这样说没有错吧？谁说的？三爷爷说的，那姿势那语调是叫语调吧？对了，还有那内容和三爷爷和我描述的差不多。夫君，凤九姐姐好可怜啊，你说以后有人来向我求亲，你会拽得跟258万似的吗？不会。夫君果然是四海八荒最深明大义的神仙了。与团子对完话的叶华想起了白浅前日在家中所说的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评价，也是第一次觉得他儿子果然遗传到了青丘的特点，果然有些奇葩，希望以后还能改过来。东华一听这个贤弟二字，
微微地挑了挑眉，不动声色地回答道：“是。你可知道凤九为你遭了多少罪？”我现在知道了。说完，并且还定定地看了下凤九。你既然知道凤九为你所做的，也定是知道凤九为你受的苦。这凤九可是我青丘心尖上的人，我怎知她嫁于你之后不会还受苦？折颜今日是摆明了要杀他东华的威风，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姜还是老的辣，白毅一看有戏，果然关键时候还是外人靠得住。你什么时候是青丘的人了？东华知道折颜想为难他，不过是想出一出过去的气而已，但是显然他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人。你是娶了青丘的人，还是嫁了过来？说罢还很有深意地看了看白珍。折颜摸了摸鼻子，虽说他和珍珍的事情很多人知道了，但是还是不敢大庭广众地说出来，不是尴尬，而是有点棘手啊。你可是来提亲的，我们可是长辈，说话注意点。哦，青丘是远古神族，繁衍一事想必很慎重吧？东华帝君说的没错，要不然孙辈怎么会只有小九一人了？白玄是东华的追随者，现在更是他的崇拜者中的翘楚。东华一发问，当然是抢着回答，丝毫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折颜、白毅的眼中钉。这繁衍一事可是大事中的大事，凡人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折颜，你可要争气啊！东华的表情很真诚，真诚到折颜想和他干一架，但是应该打不过，所以还是算了，有失风度。贤弟说笑了，折颜想打，哈哈，看看能不能躲过这个毒蛇。贤兄以为我在和你说笑？我可是很认真啊，你和凤九的四叔可是要注意一下繁衍大事啊。折颜觉得自己有点怒了，连神父都没有在乎他的子嗣问题，他凭什么？凤凰一族子嗣很艰难，光是产下凤凰蛋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那是，你们能生下来的确是谢天谢地。凤九看到东华在说这话的时候还带着一本正经的语气，觉得自己的嫁人之路果然还是要走得和姑姑这般艰辛才对，而且东华的毒蛇功力对上折颜这般的人还不落下风，自己以后嫁人太成功的境地堪忧啊。你帝君莫不是忘记了，就算产下凤凰蛋也要凤凰涅槃之火方可孵化，帝君可是想咒我涅槃不成啊？我不是以为你品质特殊吗？说罢还很有深意地看了下白珍，说不定你们俩的蛋不用凤凰涅槃之火，你化化以后像母鸡一样孵一孵也就出来了。狐狸体温说不定比你差不了多少，小白就挺暖和的，你们两人记得换一换。不知道会不会是狐狸？白珍觉得自己实在是欲哭无泪，所谓躺着也中枪就是这个意思吧。等着东华还没有说完，扯着折颜道闭嘴，你就不是那个段位的。想着连他从不发火的珍珍都发话了，那么还是忍了吧，这么个好机会就白白错过了。折颜觉得很久没有那么颓废了。岳父啊，这人都来了大半了，亲事是否可以定下了？凤九的三叔和爷爷奶奶还没回来了，你急个什么？听到东华这一声岳父，白毅不自觉地抖了一抖，但欲言教导的好心头有点虚，脸上要稳起。好，那么我们再等等。小白，我想吃鱼了，今天吃什么花样的？众人饿了，忍着。凤九觉得这人是故意的吧，不禁低声警告我说，你要真的想娶我，就别让我爹娘叔叔什么的不痛快了。为了配合凤九，东华也低声说道，其实他们挺痛快的，谁敢说他不痛快的？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品级的神仙，法力也不弱。东华这话虽低，但大家都听得很清楚，可是没谁造次，要是小辈神仙背后使个绊子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可东华这级别的这绊子不好下啊，而且谁敢说当着他说我不痛快？那可真心是找痛快。突变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只见一个美人飞身而来，定定站在离东华5步开外的地方，美目含泪，面色如霜，举着一把泛着寒光的长剑，直直地对着东华。东华很淡定，在座的给位不淡定，因为这个美人分明是老三白起家的西瑶嘛。你要娶我家的凤九？美人如是问道。是。只见这个美人深吸一口气，忍住眼中的泪，一字一句说，那好，我西瑶第一个不答应。除了淡漠的东华，每一位都觉得心中跌宕起伏。比如白毅心中很高兴，因为西瑶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了斗争纲领的，但是也很难过着东华活了那么长的年岁，与某些人有些勾搭牵扯的是正常的，可怜了他家老三所托非人啊。所托非人，比如白珍疑惑地拉着折颜问，这是我家三嫂吧？
没见过这个样子的。难不成是同用一名的孪生子？我是算是凤族有资历的人了，可是没听说过我们凤族有双黄蛋的。但这个看起来的确像是小三子家的媳妇啊。应该不是吧？我家三嫂用的武器可是琴，不是剑。那我就不知道了，咱们再看看吧。再比如司命和连宋，这一次可是女的，不是来拜师傅的，可是实实在在的说了不许娶别的女人的。三殿下，你告诉我，这里面是有奸情的吧？是吧？一定是。我可怜的凤九殿下，呜呜命也推苦了，好不容易熬出头，男人又与自己的三神有牵扯，天道不公啊！连宋不瞒你说，我也觉得。最后再比如米谷和其他小仙米谷，他们不会真的打起来吧？米谷不知道，你们别问我，我要静静理一下思绪。可是这些都是浮云，心中最波涛起伏的是凤九，彻底死机了。等回过神来，就差那么一下子就把东华抓过来问你丫丫的混蛋，你到底和我三婶是什么关系？这位自称是西瑶的美人丝毫没有顾忌大殿当中其他人的眼光，更不管他们心中到底是如何起伏，只对着东华，眼中只有东华。你可还记得我手中的这把剑？不认识，但是品质一般，不算什么名剑。东华的回答很中肯，但是却深深刺激到了西瑶。不认识，好一个不认识。那么你可记得罗华山？倒是知道有那么一个地方，穷山恶水的。哈哈哈，是啊，我怎么指望你这么个无心人记的？西瑶手中的剑拿得很稳，但是身子却在不停地抖动，任谁看了都是那么楚楚可怜。正当西瑶被愤怒冲昏了，想不管不顾，就那么一剑刺向东华的时候，一个人扯住了他的手臂。瑶儿，别！来人大家都很熟悉，是青丘的三殿下，凤九的三叔白起。你给我闪开！放手！西瑶看着是自己相公来了，也没有放下手中的剑。听闻老婆大人发话了，白起下意识地想放手，想闪开，但是想了想，要是西瑶真的一剑刺下去，那可真的不得了。瑶儿，咱们不闹了，回家好不好？众人听闻此言，皆是确定这就是白起的结发妻子西瑶了。我就说凤凰一族哪有双黄蛋的？再看白起此人，白起不例外地遗传到了九尾狐一族的好相貌，而且为人憨厚老实，重情重义，在青丘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人气。不得不说的就是这位三殿下和他的夫人实在是一对佳偶，也是一对怨偶。说的佳偶是因为这西瑶不仅是凤族一名郡主，而且也是赤帝的小女儿，地位尊崇，很有实力，在凤族里面是有名的能干家，长得也是好相貌，与白起很是般配。只是在某些人眼里，这样的组合实在有点触目惊心。说是怨偶，实在是也是青丘不得不说的10大饭后经典段子。这西瑶和白起，一个是常常离家出走，一个是追在老婆后面天涯海角。本来有很多人看不下，劝白起和离算了，但是皆被西瑶白起踹了出来。这白起经典放话是滚，老子就喜欢这个调调，谁敢劝我和离，老子就打得他娘都认不出来。后来次数多了，大家都不敢上门找晦气，而这两人还是玩着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渐渐的，这也成了青丘的一种夫妻相处模式，备受推崇。你劝我别闹，你居然劝我别闹！西瑶觉得这眼里的泪水更多了。你是不站在我这边了是吧？没有，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好，那我不准凤九嫁给他。好，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凤九不准嫁。凤九觉得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家庭啊？从小也是跟着三叔混的，三叔的爱妻症很严重，他是知道的，但是怎么盲目到如斯地步，简直令人发指啊！正当凤九想发火的时候，东华开口了，那你们俩给我个理由好了。东华平日是一个不喜欢问理由的人，但是眼前的两人他觉得实在是很逗啊。你居然敢问为什么？你杀了我的未婚夫，你竟然还敢问我为什么？就是在罗华山，你杀了他，这把剑就是他的佩剑。众人皆是风中凌乱，白起不是好好的站在那里吗？未婚夫，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啊，太值得想象无限了。程昱悄悄挪到白浅的身边，小声问道：上神，原来你们家的情史是那么的复杂啊，这里面有什么内幕没？白浅，程昱，你别和连宋在一起了，你和司命才是命中注定的一对。远处的连宋打了一个喷嚏之后，继续津津有味地看故事。
西瑶吸了吸鼻子，说道：“10多万年前，我的未婚夫是魔族分支的少主，可是你却灭了他全族，就在罗化山，你可记得？”没什么太大的印象了，我执掌天界的事情太多了。叫什么？江冷灵？哦，没什么印象。三殿下，这江冷灵就是和你争第一风流公子的那位吧？司命觉得这个名字实在是熟悉，想了一想，原来是与三殿下有牵扯的那位爷啊。这江冷灵当年是一个与连宋并列花花公子排行榜第1的人，并且有隐隐超越之势。这件事情也是就算已经从良了的连宋心中的一个疙瘩。这个人有点印象，不过当年实在是不识好歹想叛乱，被灭了族是应该的，而且十分花心，与多人有勾搭，说是采花大盗也不为过。司命默默地复牌，其实你在乎的后面一句吧，你居然忘记了。今日我与你没完。西瑶愤怒了，想甩开白旗往东华刺去，结果是没甩开。够了，死婆娘，你再闹，信不信我休了你？白旗一开口就是石破天惊，在座的各位很少见到白旗发火，但是每一次发火都是那么的让人深刻，其中又以折颜的印象最为深刻。你丫丫的，当你相公是死人不成？你每100年就要去什么鬼罗化山祭拜，老子大放不屑和死人吃干醋，但是你蹬鼻子上脸了不成？你刺啊，你倒是一把剑向东华刺去，你看看是他死还是你死？你放心，你一死我马上抬18房小妾进门，再也不受你的窝囊气。不仅众人惊，西瑶也惊，自打进门以来，白旗就是个温柔丈夫，事事以他为先，从来没有见过他对自己脸红过。虽说白旗吼得他一愣一愣的，但是他平时的机微还在，反吼回去死白旗，你皮硬了不成？西瑶话没有说完，就发现自己牢牢抓住的剑被白旗夺去，白旗紧盯着他，反手就把剑扔了出去。这剑一扔，就连东华也忍不住赞叹一声：好身手。据后来考证，这把剑被扔到了青丘之外，且入地半尺。白家人激动啊，这证明什么？证明白旗已经不算是白旗了。白毅，三弟冷静，冷静，我们有话好好说。白浅拉着叶华团子，三哥、二哥说的对我们好好说，不急。折颜，是啊，你学学你四弟白真，从来不急躁，要理智啊，要理智。米谷低声对其他小仙使，快快去外面让他们全副武装去。